我们现在准备讲课，听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闻思然后精进修心，成佛了以后呢，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大家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呢，我们就讲一些具体的修法，但是这个具体的修法呢，它还不是很高的修法虽然是密宗的修法，但是呢，也是跟这个加心有关系，跟加心有关系，跟潜心有关系的修法。因为潜心的这个重要性我们经常都在讲，一直都在强调这个潜心的修法无论是在哪里也好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也好，都在讲潜心。因为我们对所有人来说，这个潜心非常的重要。那么潜心讲完了以后也就是说潜心修完了以后潜心修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考虑进一步的就可以安排一些其他的这个课程。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绝大多数的可能是80%的人都还没有修完加心正在这个修加心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他的这些课程讲多了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关于加心方面的一些这个修法这个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加心因为我们的根基不成熟，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根基不成熟呢？如果我们的根基很成熟的话那就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初始转法轮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就在这个佛的这个传法的这个现场然后就已经证悟了。或者是没有那么大的福报，但是呢比如说除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亲自传法以外，那还有就这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这么多的佛菩萨都传法了，但是呢我们都没有机会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至少我们没有这个成就我们就2500多年已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还在这个地方还在这个轮回当中，不仅是在轮回当中，而且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等这些烦恼一点也没有减少所以我们的福报很浅然后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这些根基也是很差的。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修行呢？多修一下这个潜心本身我们的根基比较差，但是呢，如果在这个潜心方面修得比较不错的话，那么我们也有办法使我们的这个根基成熟一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证明我们的根基很差。比如说像六祖慧能大师还有很多这个过去的这些高僧大德呢他们就没有经过很多的这个修心就简单的一句话两句话就证悟了也有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们比如说听了很多关于这个空性方面的法听了很多这个关于如来藏方面的法，甚至是大圆满都听了听了呢，但是我们还是不证悟还是不能证悟。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根基不成熟根基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听的法再多也就不能成佛。
所有的不论正午啊，所有的机缘等成熟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比较简单的就听一个比较简单的法，也可以正午的。那这个时机不到的时候呢，听了大圆满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修加心但是佛陀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在强调这个不堕两边也就是不走极端那什么样的极端呢？就是我们这个加心和大圆满这两个的选择修这两个选择上，比如说什么叫做极端呢？比如说根本就不修加心，直接去修大圆满，这也是一种极端然后呢，我们只修加心，根本就跟这个像大圆满像密法呀、空心这些修法对这些修法根本没有兴趣的话那也是一种极端，所以我们不能堕任何极端，这个佛陀一直都在强调这个那首先我们修加心然后就去这个修大圆满，这样子的话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人在一般的这个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99%的人通常是什么样的这个修法的这个顺序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修行的计划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计划呢，首先我们先修这个外加行培养出离心也许需要1年2年或者是3年都有可能无论是需要多长时间都没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值得花这个3年5年的时间去修这个外加心，就修这4个外加心然后培养出离心然后有了出离心以后呢外加心修好了，这个出离心比较标准的出离心修出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去修这个内加行内加行当中呢，我们就强调这个菩提心的修法还有就是强调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那整个内加行的修法需要3到5年这样子的这个时间，有可能3年到5年的时间那这个需要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这个值得花这么长时间，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一定要下功夫，尤其是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和出离心决定我们以后的这个学佛的方向如果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那么修大圆满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修的，根本就没有这个方向，所以然后就修这个类加心那类加心整个这个类加心每一个都修的比较标准那这样子以后达到这个要求至少达到了这个地标准以后呢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就是接下来就是修禅定禅定的修法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前几年也讲过了，在其他地方也讲过，这边也讲过这个极致的也就是极致的修法禅定的修法，极致的修法。这个禅定的修法也就是大约也就要修1年到2年这样子的时间禅定的修法就要修1年到2年这样子的时间然后修了禅定当我们的心比较静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修其他的修法。那么其他的修法当中就包含了什么呢如果我们喜欢修这个本尊的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修本尊法。那本尊法就是跟这个升起次第实际上这个本尊的法就是升起次第了那升起次第修升起次第之前也有这个，比如说我们修这个像文殊菩萨作为这个本尊的话呢，就是必须要有文殊菩萨的观定那观了定以后呢，去听这个修法修法听了有传承
然后就懂这个修法，这样子以后呢基本上这个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自己去修修本尊的修法。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不考虑其他的本尊首先是这个无家心当中呢有金刚萨埵的修法那金刚萨埵我们也可以作为这个本尊本尊的修法。然后呢这个无家心当中呢也有莲花生大师的修法那莲花生大师呢这是上师瑜伽，一般呢就作为上师作为上师来修作为上师来修，但是呢同样也是本尊。暂时我们就不需要去修本尊的修法。很多居士都在问大家都知道要修本尊的法然后很多人在问修什么样的本尊呢？应该去选择什么本尊什么时候去修本尊？那这个就是说答案是什么呢？暂时这个无家心还没有修完之前，我们不需要修其他的这个本尊因为就是刚刚讲的这个里面就有两个这个圣起次第的修法，一是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完全可以作为这个我们的本尊。因为金刚萨埵在很多佛经里面密宗的佛经里面讲过了，金刚萨埵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总相十方诸佛菩萨的总相，也就是说十方的这个诸佛菩萨都包含在这个金刚萨埵的坛城当中，所以我们修金刚萨埵等于就是在修所有的本尊。念金刚萨埵的心咒或者是念百字明的话，那这个咒也可以代表这个所有的佛菩萨的心咒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佛经密宗的序部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暂时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去修其他的这个本尊的修法。那这个所有的家心修完了以后呢就可以修这个本尊修法。但是呢这家心当中比如说我们皈依发心这些10万遍要念10万遍，然后呢尤其是这个菩提心的质量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数量呢虽然不是很多，才这个10万遍但是呢菩提心的质量要达到它的这个标准，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了所以一定要花时间要修心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生无常所以大家都很着急，但是呢再着急也好，这个过程是不能忽略的，这个次第不能忽略，这个当中的这个外家心内家心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如果少了一个环节，那么就是我们以后的这个修心的这个质量或者是这个修心的这个结果上一定会打折扣，所以必须要这个一步一步的修。然后这个家心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去修禅定禅定的修法我们到时候重新再讲边讲边修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在这2年当中因为一部分的这个修行人呢已经修完了这个家心我刚才说的，我们可能是70%-80%的人还在修家心的过程当中，但是呢20%-30%的人呢已经修完了，至少修一遍已经修完了这个一遍。那么这些人呢需要进一步的这个修进一步修。所以已经讲过了这个禅定的修法那么禅定的修法我们就在这个中间呢无家心修完了以后，还没修大圆满之间，至少也得要修1到2年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我们的虽然是这个家心修了但是呢我们内心还是很浮躁，还有很多这些这个杂念心静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证悟是很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修1年到2年的这个禅定。然后呢这个1年到2年的这个禅定修完了以后呢再就用1年或者是1年半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去修一下中观
中观的空性。中观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中观的修法、中观的理论都已经讲的很多了那这个时候就去修中观然后就中观也就修1年左右。还有就是这个无我的修法无我的修法就麦彭仁波切的这个无我的修法比较简单的这些修法不是很复杂的这些修法呢，我们曾经也讲过那就是修这些人无我的修法呀、法无我的修法呀这些修法就修1-2年或者是1年左右。然后这些都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去观大圆满的定这个大圆满的不共的定这个大圆满的定呢这个其他的这个观定是不能代替的，就像这个十轮金刚大幻化王一般的这个观定呢不能代替这个大圆满的定然后这个时候就去听接受大圆满的观定。然后大圆满的观定得到了以后呢，然后再去听大圆满的法，然后去修这样子一步一步修行才一定会证悟的，这样子是一定会证悟的。在这个之前呢无加行还没有修完之前，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修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这些都没有修之前先修一下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上师瑜伽，就观想莲花生大师，然后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七句祈祷文七句金刚祈祷文，念10万遍，念10万遍。还根本没有修之前念10万遍这个10万遍念完了以后，然后就去开始修行从人生难得开始修行。为什么这样子呢那修行之前念莲花生大师的咒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祈祷文，这样子的话呢，以后的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得到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不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违愿修行整个修行从外加行这个内加行，然后呢禅定中观最后的大圆满每一步都一定会是很顺利的，以后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些障碍所以先修莲花生大师，先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念10万遍。这样子是非常好的这个麦彭仁波切的这个巧诀一般的这个前行当中没有这样子说一开始就修这个人生难得，然后就修这个无常，是这样子。但是呢，在这个之前修莲花生大师的这个10万遍七句文，这个是很有用的以后我们刚刚开始这个修以前根本没有修过这个加行，需要刚刚开始修的这一群人呢，那就如果有时间的话那就是先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祈祷文念10万遍然后从外加行开始修这个是非常重要最后我们就要修大圆满。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切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个外加行内加行禅定这些所有的这个目标，那就是修大圆满，最后修大圆满。但是没有这些过程那就是没有这些条件，就修了也是没有用的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不想修这个前行然后直接去修这个大圆满说的很好听的，这个就根本不需要前行了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代替了还有更荒唐的呢，就是要交钱原来是交500块钱就可以传大圆满了，现在呢就交3000块钱就可以传大圆满，这个是非常荒唐的。但是呢，非常可悲的就是我们还是有人相信，还是去交钱这是根本就这个根本上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错误为什么呢？修外加行是什么原因呢？什么理由呢这个就是因为需要出离心，所以要修外加行。那我们钱能够买出离心吗？
根本不可能的啊，3000、3万、300万都不可能的啊，3000万都买不到处理芯，处理芯是自己要修，自己不修交钱，这样子是根本是没有用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这个菩提心啊，我们修内家心主要是这个菩提心呢、金刚萨埵呀，就是为了这些啊，清净自己的罪业，还有这个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呢，就是要用自己的心去修啊，自己不修交钱，钱能够买到菩提心呢，根本就不可能。这个藏传佛教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从来没有出现过，最近才有啊，从来都没有，所以不要相信这样子的。真正想解脱的人，真正想修行的人呢，我们还是要参考一下过去的这些真正的这些，比如说像吴勾广尊者呀、麦彭仁波切呀、华智仁波切呀，或者是宗喀巴大师呀，等等啊，这些真正的这些成就者啊，还有米拉日巴等等，他们怎么说的他们的这些很多他们的论著啊。现在都已经有很多这个韩文版啊，我们大家都可以看。他们怎么讲？他们有没有说交2000块、3000块就可以不修这个处理心、菩提心呢？从来都没有，从来没有这个藏传佛教的历史上也没有这样子，也没有人这样子说，也没有更没有这样子没有人这样子去做所以我们不能相信。如果有钱那可以去放生，自己去放然后呢，也可以这个捐学校以这个养老院还有这个其他的地方去救灾，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些方法都是骗人的，这个不能相信这样子以后呢，一方面就耽误自己的这个修行，耽误自己的修行。这种人听了这个所谓的大圆满最后什么都没有。结果等于就是零这样子以后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时间也耽误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心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邪见都会有的，所以这样千万不能走这样子的路这个无家心当中顺序非常的清楚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等然后皈依发心都这个顺序非常清楚。如果不需要比如说能够其中一个可以代替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修法了，就只会有大圆满的只会有大圆满的修法，直接就给大家讲大圆满。怎么会有前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修法呢？因为需要这些修法，没有这些修法是不可能证悟的，所以就是有这么多的修法大家一定要这个上面要注意这个修行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大家都是一个大家都是很大家都不太熟悉修行，比如说时间法怎么样做很多人都知道，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修行怎么样修？我们大家因为我们没有解脱，我们大家都不懂所以我们要听佛怎么说还有呢，接下来以后呢，我们要听像龙树菩萨等这些成就者还有就是过去的这些成就者，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子才会有这个结果，否则的话就是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重视加行的修法。我们说了这么多年，很多人也修了然后呢又一听到了有人说不需要修加行了，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代替了，或者是交钱就不需要修加行直接就可以修大圆满，然后很多人连加行都不修了这个就是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闻思不够闻思的智慧不够我们不了解这个修行的过程修行的路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不了解了。那为什么不了解？我们没有学习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的话，那就根本就不可能，根本就钱怎么可能代替加行呢
500块钱也不行，3000块钱也不行，多了更多的也不行。大家都如果学习过的有文史的人，非常清楚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没有学过加薪的人，然后就觉得这个就很不错了啊，修加薪是很枯燥的啊，然后呢也很难，所以不需要修，这交一点钱啊，那就觉得这个很划算啊。其实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重视。如果想得解脱啊，如果是修这些法，想得到一个结果的话，那就是必须要重视这个过程啊。这过程都没有了，怎么可能有一个这个结果呢？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啊，这个一定要修加薪啊。比如说你们拿钱去供养谁啊，捐给什么样的这个寺庙也好，谁也个人也好，这个我们不管啊。但是呢，这些东西呢不能代替修行，不能代替自己的修行啊。比如说我们拿钱去放生啊，有没有善根？有善根，有福报啊。拿钱啊捐给这个寺院啊，修庙啊，或者是做其他的善事，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了啊。但是呢，这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善根而已，就是比菩提心、比出离心的话，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啊。所以用这些来代替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就不能听这样子的话，这是没有的，历史上没有的，佛经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大圆满听起来这个很好听啊，大家都很羡慕。那做起来没有那么容易的，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大家都不了解。大家很多人觉得大圆满就是很了不起的法，就根本就不需要修什么其他的法，也就一下子就可以成就了，不可能。当年米拉热巴第一次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吃亏的，大家知道吧？米拉热巴去这个找了尼玛巴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个上师，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上师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上师。他自己个人的修行是非常好的修行人。然后这个大圆满的上师呢，就给米拉热巴说：“我的大圆满非常了不起的你早上修，早上会成佛晚上修，晚上会成佛有缘的人呢，不修了也可以成佛了然后米拉热巴呢，他就觉得我过去去学这些东西是非常成功的看起来我可能是这个有缘的人，所以我可能不修的话也有可能成就了，所以他就不这么用功了然后呢，7天过去了，21天过去了，然后什么结果都没有。最后呢，这个上师也就没有办法了他就说没有办法度化你了，那你就去找马尔巴医师然后呢，马尔巴医师呢，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让他忏悔积累福报，最后灌顶传法就开悟了那米拉热巴大师也是这样子，那更何况我们所以大家这个一步一步的修，这个加行的修法是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唯愿大家在修加行比较用功的时候呢，有利即就有人出来说不需要修加行什么什么的。我们现在比如说一个人说需要修加行，另外一个人说不需要修加行，到底谁的对呢？这个非常简单，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以前的这个上师过去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上师大家都认为是非常公认的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就像华智仁波切悟沟光尊者智悲光尊者非常简单，我们看看他们的书就知道了需要修还是不需要修就明白了另外一个呢，问问自己也是也能找到这个答案比如说我们交了3000块钱然后呢我可以这个修加行，这一个可以免了不需要修了那么交了3000块钱以后，我有没有出离心？看看自己有没有出离心没有出离心，跟以前是一样的
然后交了这个钱以后呢，有没有菩提心呢？也没有啊，也是跟以前一样啊。那出离心、菩提心都没有的话，那这钱交了也是没有什么修行上没有带来什么啊，没有什么用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大家一定要谨慎一点啊。修心是跟这个涉及到解脱啊，涉及到解脱。我们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工作上啊，如果就有一点点失误的话，那这个也就导致一点点经济上的损失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么修心呢就涉及到这个解脱啊，修错了那就是不能解脱了，对我们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个损失啊。修得好啊，那就是可以成就了啊。对我们学佛的人呢，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这个成果啊成就。所以修行的这个问题上呢，一定要我们要看过去的这些标准的这些上师啊，怎么说就怎么做啊。藏传佛教是怎么样的啊？密法到底应该怎么样学啊？这个不是就某一个人说了算啊，就是过去的这个成就者。他们都留下了这么多的书啊，然后呢，苏达基堪布又翻译了很多书啊，我们大家都可以参考啊。所以这个修行上一定要有一个计划啊。计划呢，我刚才说的这些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初学者的这个自己的计划啊。修行也有计划，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工作都是需要有计划的啊。上半年做什么，下半年做什么，今年一年的这个任务是什么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计划吗？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修心修多几年，外加心修几年啊，内加心再修几年，禅定修几年，这个需要有一个计划啊。基本上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可以我们作为一个这个计划，按照这个去做，一步一步的做啊。最后当然大圆满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非常重要的。但是它的了不起，它什么样的时候它是了不起呢？一个根基非常成熟的人来说大圆满是非常了不起的方法他就不需要绕很多的弯路，直接就像禅宗一样，直指人心就可以证悟了。但是呢，这个根基不成熟的人来说，大圆满也是没有办法的，它也不管用的。因为这个根基太差了根基它太差了，大圆满也是没有用的，也是不管用的。所以修行一步一步的修我们现在就是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开始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修行出离心跟菩提心呢，不要说钱我们以其他的，比如说磕大头还有这个念经以这些方法也不能代替的磕头当然是很好的，我们可以磕头了，我们可以这个忏悔罪过。念经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的善根然后呢，它也可以这个断除很多的这些罪过。但是呢，出离心菩提心呢，还是要用出离心修出离心的方法才能够修起出离心菩提心，尤其是菩提心就是这样子这一方面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学佛的人不要过度的去做这些形式上的这些心识上的这些事情，是过度的是心识上的什么呢？比如说回供火供这些火供回供这些我们就学藏传佛教的很多人经常都是喜欢做火供回供这样子。火供和回供本质上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法了，但是呢，我们要修回供那就是需要有基础才可以修火供的话，那需要有这个基础我们今天念这个基本的密法里面的这些生起次第圆满次第这些修法，我们大家都不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供根本是没有用的火供也是没有用的
火功和慧功在本质上我们任何人都不会否定的啊，这个是非常好的积累福报的一种密宗里面的一种特殊的方法，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不了解，没有升起次第和这个圆满次第的这个修行啊，没有见解，没有修心，没有禅定的功夫，这样子的人修了没有用的啊。所以就是这个在菩提学会里面呢，就推广了一个这个供佛的仪轨啊，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代替啊，每个月的15啊、30啊这些时候，大家可以供佛，自己的家里也可以啊。很多师兄聚在一起共修也可以，因为这个呢，只要有一颗虔诚的心啊，那就可以了。这里面没有太多的复杂的这些观想啊、这个见解啊，这都是不需要的啊。就如果要做的话，就做这个，其他的就大家还是少做啊，慧功啊、火功这都少做。那我们做什么呢？闻思修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所在。闻思修，闻大家都知道，去听闻佛法，因为我们非常的欠缺这方面的这个知识，所以我们要去听啊。那光是听了还不行，我们要去思考，自己去思考啊。这个到底我的这个观点啊错了没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没有一个正规的这个辩论啊，藏传佛教里面有辩论，但是我们居士当中呢，虽然没有一个规范的辩论，但是呢，我们以这个交流的形式啊，以讨论的形式，大家可以交流沟通啊，这样子以后呢，自己的这个学习上面呢，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帮助。这时候去思考，然后最后去修心啊，大作修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大作修心，闻思修啊，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所在。一定要闻思修。凡是学藏传佛教的，凡是无论是藏传、汉传都是一样。凡是学佛的人，可以这么说啊，凡是学佛的人都除了修人间福报的这个人以外啊，就像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论当中讲了这个3种不同的道啊，上师道就是大乘佛法啊，中师道就是小乘佛教啊，然后下师道呢就修人间福报啊，人天的福报。那么修人天福报的呢，他就不需要没有太多的修法啊，什么谦心啊、正心啊，没有这么多的修法，只要相信因果，相信这个轮回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不做这个这个事不善，然后尽量的去行善啊，这样子呢就可以，因为他的这个目标也不是很高了，他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因为他是没有想要成佛，也没有想要这个了脱生死，只是在这个轮回当中自己要过得好一点，最好不要堕地狱畜生这样子，他要求不是很高，所以呢他不需要修很多的法除了这个以外大乘的、小乘的、显宗的、密宗的都要以闻思修这个为主大家要修闻思修，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就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这个年轻化但是呢就是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个当中真正的这个学的都是还是不多了还是不多。这个为什么不多呢？因为很多人都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学，很多人只知道学佛好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样子的精神的支柱所以去相信，所以去这个拜佛，但是呢还没有遇到一个系统的这个这个佛教的教育很多人这个还没有走上这个正规的道路哪怕是在念佛也好，烧高香也好，烧头香也好做什么也好，最终的目的还是在这个保佑佛祖保佑我们健康长寿发财就是这样子，最终的还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要这个闻思修行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的
也就不能极端啊。比如说有些人啊，我们只做文思修啊，文思修，其他的比如说包括放生啊、积累资粮这个社会上的像福利呀、慈善呐这些我们都不做啊，我们只做文思修才是至高无上的，其他的我们看不起，其他的我们不做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极端。这个我在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有一个梅蓬仁波切对初学者的这个教研还有一个就是福慧双修的一种这个教研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两边都做都要做，但是呢，以文思修为主以文思学佛的核心就是文思修，其他的也就尽量的去做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我们比如说以后的我们现在学佛，那以后的人怎么样学佛呢？跟我们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们现在怎么样学佛，这个跟以后的人学佛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前辈的人怎么样走后面的人也就或多或少还是受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现在不文思修行大家都这样子的话，以后的学佛的人也有可能，也许他们超过我们这样子当然是很好了。也许他们也会受到我们的影响再念经也好，再拜佛也好，再怎么样也好，最后最终还是要保佑我们这个健康长寿这样子的话，这个根本就是不是学这个解脱道这样子的话非常不好。大家一定要文思修行，文思修行这个是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些我们的这个居士的行为行为什么样的行为呢？这个我经常也在说，微博里面经常也在发这个我们目前也是一个在居士当中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又是一个极端比如说有些人呢修行学佛很虔诚很虔诚，但是呢就根本就不随顺家里的人家里的人比如说家里其中一个或者男的或者女的学佛了以后呢然后呢就不配合家里的人，不参与家里人的所有的活动然后一回家就进到佛堂不出来然后就最后呢家庭破裂，然后呢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个我们也要这个注意一下原则上的问题。比如说有人也提过这个问题，那是不是家里的人让我们要去吃海鲜，那是不是我就随顺他去吃海鲜呢？当然不是了，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回避不能参与。但是呢这个有一些我们可以这个配合的可以这个随顺的，还是尽量的随顺。主要的比如说我们让很多人向家里的人也这个学佛劝他们做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不学越说越烦这样子的情况很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不要说让他们来学佛，不要给他们讲佛有多好多好如果不接受的情况下那就让他们看到我们自身学佛以后的变化这样子以后呢这所有的人都会都看到你的这个你学佛以后的这个进步这样子以后呢，也看到你的进步以后呢，家里人觉得这个学佛呢就是很好的只有好，他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原来脾气很暴躁现在也不暴躁了原来这个做事各方面都是很不细心呢现在呢做事情呢各方面都就这个照别人想照家里的人想就是有这样子的变化以后呢，他们这个我们再说的再多都不如这个方法最好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平时在一些公共场合里面呢，我们这个要转经筒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我觉得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社会还有可能是还有些时候还有一点点不适合，至少有些人心里就有一点点这个
不适应、不高兴，然后呢就觉得学佛的人呢就看作另类啊。这样子的话也就没有必要了。在我们家里呢，可以转经筒啊，念佛什么都可以，大咒什么都可以啊。然后我们这样子开法会的时候啊，或者是即使自己啊聚会的时候呢，念咒也好，做什么都可以，转经筒啊，什么都可以啊。但是呢，在这些公共场合，慢慢大家接受的时候呢，就没问题了。至少目前这个还有一点点这个不成熟，所以呢，有些人就生气烦恼。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那就也要这个随顺一下外表上我们曾经也说过了，在外表上看起来呢，学佛的人跟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不要在这个社会上格格不入这样子的话，谁也不敢学佛了。外表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就唯一的不一样，我就不参与这些杀盗淫妄等这个不好的行为除了这个以外呢，平时在工作上在家里生活，个人的生活都就不要跟别人的太多的这个区别。如果需要有区别，那就是往好的方面这个进步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目前我们就比较注意这些事情，大家记住。好，然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修法今天的一个具体的这个修法。那今天的这个具体的修法呢，以前我们没有讲过这是一个跟这个加薪有关系的，但是以前我们没有讲过那这叫做语加持的修法。语言的加持，自己的语言为什么要加持呢这个我们念咒念心咒念这个仪轨这些的时候我们的语言是有这个，比如说说出语骂人这个撒谎这样子有污染的所以就是以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来加持我们的这个语言被加持了以后呢我们的语言被加持了以后呢，这一天当中念的这些咒的这个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也功德更大这个作用就更大，发挥的作用更大更有效率所以我们每天早上最好是每天早上做这个语加持这个观想也不复杂，这个也不需要，这念诵也不多最好每天早上都能做语加持，这个非常的重要那语加持这个它有两种修法有两种这个不同的修法其中一个呢就有一点点复杂一点点另外一个就很简单两种不同。我们先讲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修法，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瑜伽持我们平时无家行的时候都曾经也讲过，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刚刚从梦里从这个梦里醒过来的时候呢，我们立即就观想面前的空中就这个自己的金刚上师显为莲花生大师还有呢，周边呢，就是在这个皈依经当中讲的一样，莲花生周围莲花生的周围有佛菩萨就围绕然后呢，他们都在这个面前的空中然后莲花生大师手里这个腰鼓的声音就这个腰鼓的声音，这个腰鼓金刚铃和腰鼓这个鼓的声音就变成了字母咒这个印度梵文的这个字母和音母的声音发出字母和音母的声音这个字母和音母呢，因为这个是所有的这个咒语的基础没有一个咒语不是字母和音母这个产生的，所有都是字母和音母结合以后呢，就变成这些字所有的这些咒语的基础所有咒语的基础，所以在这个密法里面很重视这个字母咒字母咒。就
这个腰鼓的声音呢变成了这个字母轴这个字母轴的声音把自己从梦里面从睡眠当中吵醒这样子观想。这个不仅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每次修家行的时候都要这个观想，而且这个时候还要观想自己呢这个时候观想这个自己的本体呢，就观想这个一息撮甲空心木然后呢我们的外形相貌就观想这个金刚玉切木。这个是在这个无家行的后面呢有普瓦法这普瓦法的时候修法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从这个睡眠当中醒过来这样子观想。然后醒过来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立即在床上修行，或者是进入佛堂修行这样子修一座完了以后呢，然后去洗漱吃早餐这样子也可以或者是我们梦里面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呢，就观想这个刚刚讲的观想完了以后呢然后就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就停下来洗漱，然后完了以后就去修行继续修行，修完了以后第一座修完了以后呢，再去吃早餐这样子也可以的，这个自己怎么样安排都没问题的。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进一步的这个观想这个瑜伽持瑜伽持观想的时候，我们首先念嗡阿吽这三个字念嗡阿吽三个字。嗡阿吽这三个字呢，是这个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身口意的代表身口意，所以身口意的这个象征所以我们念这个嗡阿吽是非常有加持的。先念嗡阿吽，然后呢，我们观想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舌头上面的中间观想一个这个人，就是一个藏文的ra上面有一个圆圈这个我们到时候写一个发给大家人就是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梵文当中的这个字一个轴它这个轴就是代表地水风火当中的火的种子。在密法里面呢，观想这个火的时候呢，先是观想这个人这个字，然后这个字就变成这个火这样子的。像火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先观想这个人，然后这个字变成了这个火焰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就观想这个自己的舌头上面观想这个人字它的颜色呢，观想是红色的红色，然后它的表面上就是一个红色的字但是呢，它的本质是要观想诸佛菩萨的智慧也就是说诸佛菩萨的智慧现为一个红色的这个人一个这个阿拉巴扎那蒂，大家都知道这个ra字上面一个圆圈那个叫做人，就观想一个这样子的字然后呢这个人这个字就燃烧变成一个火焰一团火然后这个火就是烧掉我们现在的这个舌头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烧掉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舌头呢这个就撒谎说出语说绮语说利剑语等等造了很多，过去就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造了很多的这个业所以把它烧掉烧掉了以后呢，观想都不存在了，就空心这样子烧掉然后在空心当中我们
观想这个火焰呢，刚才这个火焰燃子上面就发红光啊，这个光啊，最后凝聚在一起以后呢，就变成一个金刚杵啊，半金刚杵啊，这个不是一个全的金刚杵，一个半金刚杵。半金刚杵，一般的金刚杵呢有五股金刚、三股金刚啊，两边都有五股的，但是这个时候是一个半金刚这个红色的光就变成了一个半金刚啊，半金刚是三股金刚啊，三股金刚它不是五股金刚，是三股金刚啊，半金刚。舌头啊，我们的这个肉身的舌头啊，被这个智慧的火焰烧掉了啊，然后这个智慧火焰的这个红光啊，火光凝聚一起以后，就变成了一种这个半金刚。然后这个就是舌头，也可以说自己的舌头啊，就变成了这个半金刚啊，半金刚杵啊，也可以，也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了。这样子观想，然后观想完了以后呢，这个半金刚啊，金刚杵的中间啊，金刚杵的这个上下的中间呢是空的啊，观想为这个空心的。然后这个空心当中在观想一个莲花啊，观想一个很小的莲花和月轮。莲花和月轮，在这个莲花和月轮上面呢，我们然后就观想这个字啊，子母字和这个字啊，子母这地方的字呢有三种啊，第一个呢就是子母轴啊，第二个呢就是音母啊，字母和音母。然后第三个啊就是缘起轴啊，就缘起轴啊，以后就应该我们把这个字母轴啊、音母轴做成这个3D啊，输到电脑当中3D，然后就这个月轮上面呢这个我们跟这个金刚萨埵修法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说啊，这个金刚杵呢金刚杵这个时候不是竖立的啊，金刚杵呢不是竖立的啊，横着。然后这个金刚杵的中心啊，这个月轮啊，那是平面的啊，月轮是平面，不是这样子竖立的，月轮是平面。然后平面的这月轮上面呢，然后这个字啊是竖立的。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百字密呢，这个完全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啊，竖立的啊。但是这个时候不是百字密。做一个这样子的3D啊，然后呢让它转动啊，然后我们就看这个以后呢，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观想啊一定会有帮助的啊。那暂时我们就心里这样子想就可以了啊。首先是音母咒啊，首先是中间观想一个白色的阿字。中间就观想一个白色的阿字，阿字是竖立的啊。然后呢，再观想这个音母啊，观想音母这有16个字啊，16个字是这个观想白色的啊，白色的啊。这个是金刚萨埵的时候一样拍的时候呢，从前面的从阿字的前面啊，往左边拍这样子的，往左边拍啊，然后它是要转动的，这个字要转动的，转的时候呢，往右边转大家要记住这个密法里面呢，有些时候这个我们观想这个周轮啊，观想周轮的时候呢，一般往这个左边拍，比如说这个地方在这个中间啊，这上面呢，中间是这个就是代表这个中心是阿字啊，然后呢，从这个前面开始往左边拍字，就是左边就是往这边了啊，往这边，然后就有16个字，我们就往这样子
这样子拍。然后它转动的时候呢，因为这边是它的头啊，这个是第一个字，往这边转往左边拍的这些字要往右边转这个是为什么？它拍的时候呢，先是比如说我们嗡班子萨多红，金刚萨埵的轴的话这个音比较短，大家比较好记。嗡班子萨多红，嗡是前面班子萨多红，那么这样子的话，它的头是这个地方那转的时候呢，带头嗡要带头转嗡班子萨多红，那嗡要带头转，这个我们的转经筒也是在这样子的转转经筒我们就让它右边转但是它的里面的字是卷的时候呢，它是往左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样子让它转了以后呢，就拍这个顺序这个会转的这个转经筒的这个转和我们这个心咒的这个转动是一个道理。然后这样子转这个发光周轮的发光转动这些都是密法里面的一种特殊的修法。这个观想的好，观想的清楚的话，这个对这个修心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这样子拍，这个就是16个字，16个字在这个地方呢观想白色的，全部都是观想白色这个先观想完了以后呢，我们念观想，先观想完了以后就念就这个16个字念7遍，念7遍就可以了，念7遍最少就念7遍或者是这个21遍也可以先念这个然后这个字边念边观想，然后呢这个字每一个字都发光发跟自己一样的光它是白色的，然后发白色的光发光。这个光在密宗里面呢，为什么经常要动不动就要发光呢？这个光是代表佛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传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印度传法的时候，当年释迦牟尼佛这个度众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身上发光然后这个光照耀这个地狱众生畜生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些众生获得了解脱减轻他们的痛苦清净他们的罪业我们在这个仙宗的经典当中经常就看得到这样子的这个故事那这个密法里面也是，密法里面前几天我们讲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呢，也讲过大家多数人可能也听过密法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对咒语的这个观点对咒语的看法是什么呢咒语比如说我们念嗡班子萨埵吽在我们普通人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嗡班子萨埵吽呢，只不过就是金刚萨埵的一个名字而已，一个名号而已那它的本质是我自己喉咙里面发出来的声音那是这个声音呢是属于我这个不是佛这个不是佛这就是一个声波而已它不是佛这是我们的观点但是其实除了这个咒语除了咒语以外，就是除了咒语还有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些香这都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就是对我们而言当然了从一地以上的菩萨来说，金刚萨埵有金刚萨埵的插图，在金刚萨埵的插图当中呢，他也可以看到金刚萨埵就像阿弥陀佛一样但是对我们而言对我们来说，金刚萨埵是什么呢？我们看不到这样子的金刚萨埵。那我们目前能看到的金刚萨埵是什么？就是这个咒语咒语就是金刚萨埵所以咒语跟这个金刚萨埵的心咒跟真正的金刚萨埵，如果我们自己有这个信心的话对我们来说，这个对我们的帮助是完全是一样的金刚萨埵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以金刚萨埵的形式来度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福报。金刚萨埵的形象去度的，可以以金刚萨埵的身份去可以度的啊，这种众生是一地以上的菩萨，一地以上的菩萨。所以那对我们来说，金刚萨埵是什么呢？这咒语就是金刚萨埵啊。这样子，如果有这个见解啊，这个观点的话，那就是哪怕只念一句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心咒，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些这个咒语是什么呢？咒语就是这个佛啊，然后发光是什么呢？发光就是佛的事业啊，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发光的时候呢，我们先观想这个发光的这个光的这个上端啊，这个顶端啊，观想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平啊，各种各样的公平供养释放的这个诸佛菩萨啊，供养释放诸佛菩萨，然后供养了以后呢，这些光然后又回来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舌头，刚才就观想了这个半金刚杵啊，半金刚杵的中心的这个字，融入这些字啊，这个时候我们观想，我们获得了十方的诸佛菩萨的这个语言的加持啊，语言的加持，这样子先观想完了以后呢，再念7遍呐、14遍呐、21遍呐都可以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再观想这个字幕啊，就是嘎康嘎刚啊，扎三扎扎呢，这个是梵文的这个字幕啊，梵文的字幕。然后我们这个观想的时候呢，观想为红色啊，这个是红色，那它的这个转和拍呢，正好是跟前面讲的是相反的啊，相反的。这时候呢，我们这个嘎康嘎刚啊，这个梵文的这个34个这个字母呢，从这个前面往右边拍，转动的时候呢，以这个第一个嘎带头往这边转啊，这样子转，转动的时候有发光，然后光发出这个红色的光啊，观想发出红色的光啊，这个光的顶端也观想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平啊，各种各样的公平，然后供养十方的这个佛菩萨供养了以后呢，这些光又都回来回来以后呢，又融入这个字幕，然后这个时候观想我们获得诸佛菩萨的语言的这个加持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在这个然后第三最后一个是观想这个缘起咒观想缘起咒。缘起咒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观想黄色的金黄色的这个缘起咒缘起咒的这个拍是跟刚才最前面是一样的从这个字的前面这个时候呢，每一个时候都要中间是一个字最开始的时候呢，白色的然后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时候呢，红色的那现在呢，观想一个金黄色的字然后从字的前面往左边这个拍这些字往左边拍然后呢转的时候就往右边转这个如果能够做一个3D 的话，那这个就一讲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了有人做的话，先做一个3D 拿过来，我们最后看一下最后这样子以后呢，放到网上以后，很多的这个师兄大家都可以看对很多人有帮助的这样以后呢，我们就对这个咒文的这个拍还有这个转发光都有一点点概念了否则的话，这个我们从来没有观想过，所以就有一点点不好理解但是呢，有一个我们可以参考伊西彭佐堪布他们做的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3D这个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呢，这个里面呢，咒文的转动这些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也有一些也可以看这个。
暂时可以看，但是这个咒语是不一样。这个金刚萨埵当中呢是拜子名啊，还有这个金刚萨埵的心咒。我们今天这个是字母和音母，还有元气咒啊，咒不一样，但是呢拍是一样的啊。然后金刚萨埵的这个咒是可以不转动的。金刚萨埵的时候啊是可以不转动的，这个时候呢需要转动啊，就是这个差别。基本上的这些方法都是一样的。然后观想一个这个金黄色的这个元气咒啊，然后元气咒呢，它转的时候呢，也就是往右边这样子转啊，跟我们的这个顺时转啊，跟转经筒是一样的。转的时候在发光，发出金黄色的这个光啊，发出金黄色的光。这个光的上端，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完全是一样。这光的这个上端啊，观想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供品啊，这些供品，然后供养诸佛菩萨，然后这个光回来又融入这个元气咒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有观想啊。就这个得到诸佛菩萨的语的加持，如果我们有这个足够的这个信心啊，还有见解，这样子的话呢，那真正去供养诸佛菩萨和我们观想供养诸佛菩萨完全是一样的啊，完全是一样的。我们在宪宗里面啊也在讲，比如说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唯识宗里面在讲一切外面的这个，无论是净土地狱，一切都是这个新造的新造的一切都是新的现象都在讲但是在密法里面呢真正的这个落实了在行为上或者是在修行上就通过这个理论去修有用实际行动这样子去修。如果真正自己有这种足够的这个心性或者是这个见解的话，那么这个功德呢完全是一样的，与这个功德完全是一样的。然后这样的这个观想回来以后呢就观想这个收回来了以后呢，这个获得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然后念这个咒念这个元气咒念元气咒呢，念7遍或者是14遍呢21遍呢都可以，都可以。我们平时专门这个打坐的时候闭关的时候呢，那就必须要这样子做，每一天早上做，不是每一做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做一次，观想一次就可以。然后平时呢虽然不是这个专门闭关但是呢就我们平时很多人都就平时开车的时候坐车的时候都念咒，都在念咒，走的时候这些时候都在念咒。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个咒我们每天早上就是如果修一次这个瑜伽持的话，那么这一天当中念的这些咒的这个咒语的功德，咒语的善根咒语的这个力量完全是这个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所以非常有必要修一下这个然后呢这个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修，紧接着就修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修这个金刚萨埵的话，那这个完了以后呢，开始就修金刚萨埵的修法。如果是在修菩提心的话，那这个修完了以后呢，紧接着就修这个菩提心的修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好像还没有翻译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自己这样子观想就可以了，观想就可以有翻译就念这个仪轨这个仪轨很简单。这个字母咒呢课诵记里面有元气咒、字母咒大家都会念。那么除了元气咒和字母咒以外，这个仪轨呢只有2-3句所以这个没有仪轨呢就有可以
这个观想啊，这个其他人翻译的好像也有，我曾经也看到过，但是苏达基堪布他们没有翻译过这个仪轨啊。那这个没有仪轨的时候呢，自己心里观想啊，就完全可以的。这是比较复杂的啊，这个观想。然后另外一个呢，比较简单的这个观想的方法啊，一次性的观想啊。前面的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燃脂燃烧啊，然后把这个肉身的尸体这个舌头烧掉，这都是一样的啊。最后的这个把自己的舌头观想为半金刚杵，这些也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最后在这个月轮上面的这个字啊，拍这个字的时候呢，刚才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先观想一个，然后念啊，这个完了以后再观想这个字，又去念这样子的。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啊，先中间就观想这个音母字轴啊，然后呢在中间呢就观想啊，最中心最里面观想这个音母嘎卡这个日啊，然后中间就观想这个这个嘎康嘎刚啊等这个字母，最后最外面呢就观想这个元气轴，然后这个颜色也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里面的这个16个音母观想为红色啊，刚才是白色，这个地方是红色，然后这个嘎康嘎刚啊等这些这个字母呢观想为白色啊，这个是相反的，跟前面白色，然后最后的这个这元气轴啊，不是金黄色，是蓝色啊，观想为天蓝色的啊，然后发光的时候呢，也就这个光也就跟自己的这个颜色啊一样的发这样子的光，然后就一起发光啊，同时发光，然后就供养诸佛菩萨，最后就融入到这些字，这些光就融入到自己的字啊轴。最后就观想这个获得诸佛菩萨的这个语言的加持啊，然后就结束了。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有这样子两种修法都可以的。但是刚才前面这个呢比较细节，比较好观想啊。以后我们修加行的时候呢这样子这个观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就我们刚刚讲过了。就继续修这个加行的修法啊，然后加行的修法这些念诵的方法呢这些都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啊，普贤上师言教啊，这个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希望大家都去看一下。这是一个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啊。然后苏达基堪布呢，从头到尾都讲过了。现在大家很多这个加行班也在学，很多人也已经学过了，已经在修了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圆满的这个大圆满心习修习大圆满心习修习的前部分呢都是这个前心外加心和内加心，而且这里面讲的非常的广这个也已经有这个中文版苏达基堪布翻译了可能菩提学会的这个成员可能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的那后面的这些部分呢是大圆满他讲的都是大圆满。这个大圆满的部分先暂时就不要去修也不要看。如果还没有灌顶的话，那就最好也不要看。没有灌顶之前是不能看的这前面的都可以看还有一个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论菩提道次第光论的像出离心的修法呀，菩提心的修法呢，这些都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那后面的一些修法，就像金刚萨埵的修法呀，曼荼罗的修法呀，这些这个里面没有但是呢也就前面的这些修法都是一样的，这些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去这个参考多看看这方面的书，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应该
这个怎么样去做啊？一个学佛的人啊，第一步是什么，然后是什么，最后是什么啊？怎么样去做？就我们看了这些经典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些像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啊，大圆满心系修习啊，菩提道次第光论呐，这些都是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个非常好的经典啊，非常的标准的啊。所有的这些学藏传佛教的都在学这些啊，所以我们一看这些这个就知道这个怎么样学啊，应不应该修嘉兴呢？这些都是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啊。那以后希望大家多看这方面的。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文思。我们就比如说有五部大论啊，有很多的这个论点啊。如果大家愿意学的话，当然是非常好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机会学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福报啊。其中比如说五部大论当中的这个戒律的部分呢，那在家人就只学在家人的这个戒律，其他的就如果不考虑出家的话，那就不需要学了啊。然后呢，俱舍论俱舍论里面的俱舍论有两种一个就是大乘阿毗达摩，另外一个就是小乘的俱舍论啊。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讲的小乘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的这个观点。但是呢，除了小乘佛教观点以外禅修方面讲得非常的透彻禅修，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这个修禅对这个禅文化现在是一个很流行的一种这个词汇根本是这个不学佛不信佛的也想了解一下，也想尝一尝这个禅文化是什么样子的禅的这个含义是很深的很广的。比如说修大圆满也是修禅那就是修这个寂静的修法没有任何的见解，这是心静下来修这个止观这个寂止的修法，也叫做这个修禅那还有这个比如说修嘉兴修人生难的，修无常，很投入的去修的话，这也叫修禅都叫做这个修禅。大圆满也是修禅。那这个修禅当中这个四禅八定，真正的狭义广义来说，我们刚刚讲的都叫做禅。狭义来说呢，那就是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就是这个禅。那么四禅八定的这个修法以及它的这些过程讲得很清楚的，这个俱舍论当中讲得非常清楚，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学一下但是呢，这个俱舍论当中的有一品是讲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怎么样形成的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讲这些。那这个当中呢，跟现代的世界观也有符合的，也有不符合的。不符合的呢，我们在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我讲过好几次了。因为这个就跟很多人就现代，因为这个当中的一些观点跟这个宇宙的描述有些地方跟现代我们看到的不一样了，所以有些人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想法。但是其实这个不需要了，其实并不是说佛不知道并不是也不是这个俱舍论本身也不是佛亲口讲的，后来的这些阿罗汉他们讲的但是呢，这个就是根据当地的2500年前的这个普遍的这种这个时候的这个宇宙观世界观就是地心说并不是现在的这个日心说，地心说还有这个时候呢，就印度是一个这个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这个哲学非常非常发达的地方。当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对这个解脱不阻碍的对解脱不阻碍的，或者是给人讲了也就不那么容易接受的，因为那个时候当时的文化
普通的这个观点都是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要去说要去建立一个这样子的新的世界观，那很多人也就是很反对，也不一定能成功。即使是成功了那对这个解脱，对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对这个解决自己的这个贪嗔痴方面没有太大的这个帮助就这一类的东西，当时佛也就忽略了大家怎么说就怎么说，但他更多的要强调的是自己的真正的这个像这个空性无我呀、缘起就是这些佛在这些上面用功，佛的教育的中心是这些并不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个太空是什么样子，宇宙是什么，这些并不是那么重要的那这一点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因为当时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文化背景是这样子，后来就是佛也就忽略了。后来十轮金刚出来了以后呢，因为十轮金刚当中的这个又描述了这个世界宇宙这些这个时候呢，跟这个居士有非常大的出入非常大的出入，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这是1000多年前，这个时候呢然后很多的这个佛教的这些学者去去寻找佛的真正的这个思想两个都是居士论也是佛经那么十轮金刚也是佛经，同样的在描述一个东西为什么这个之间有这么大的相差呢？为什么两个是矛盾呢然后他们去研究结果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佛他考虑什么呢？第一个，他考虑这个宇宙世界，它是根据我们的感官而变化根据我们的感官而变化因为我们人类的这个眼睛的构造是一个这样，我们的视网膜能看到能辨别出来的东西是这样子然后呢，针对这个，然后就佛就讲一套世界观。然后呢，如果另外一个人类或者是另外一种众生，他的这个感官的构造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话，那么他看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这就是这个一个世界一个空间当中可以有这个多种的这个世界有5维空间、6维空间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佛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这个宇宙呢？逐渐的告诉大家这个所谓的宇宙呢，它没有一个这个固定的形状，它是以众生的业力而变以众生的感官而变，以众生的这个业力而变所以没有一个很永远不变的这样子的这个形状然后告诉大家这逐渐的告诉这是一个。第二个最重要的在从圣义谛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日心论也好地心论也好这个地球是球形也好，扁的也好平面的也好从圣义谛的角度来说，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从世俗谛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的感官不一样感官上面发生了变化，它也就会发生变化。所以佛但是没有直接告诉大家，因为佛比如说空性这些呢，必须要再费力再费劲也得要讲如果这个不讲出去了呢，就失去了佛法的真正的意义然后其他的东西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外道的宗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哲学的这个环境下，已经很多人的这个心理这种世界观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所以佛就没有去这方面没有去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逐渐的告诉大家这个变化最后呢佛教的这个学者在1000多年前就发现了，原来佛的真正的思想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以后学这个居士论的时候呢，首先要有这个
要有这一点，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我们确定了以后呢，再去看这个居士就没问题了啊。去学居士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居士当中啊，因果讲得非常透彻啊，因果善恶因果讲得非常好，然后禅啊讲得非常好，禅修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有必要去学，如果有时间就可以去学啊。更重要的就要学中观啊，学中观空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啊，因为我们加心修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去证悟空心，最后啊，真正这个推翻这些我们的所有的烦恼的，并不是这个出离心，也不是菩提心，那是什么呢？就是证悟空心的智慧。所以要多学这个中观啊，多学中观。如果再有时间就去学中观啊，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呢，还有一个啊。如果再有时间，就去学因明啊，学因明。因明就是逻辑学啊，这个跟这个西方的新式逻辑有一点点像，有一点点像啊。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种这个推理的方式。这个学到了以后呢，比如说辩证法呀，什么法都非常简单的就这个学到了以后呢，一下子就可以精通啊。那就如果有这个再有时间就去因明是我们的工具啊，佛经认识佛经的学佛经的工具，或者是一把钥匙一样啊。因为佛经就不像其他的宗教啊，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多智慧性的东西，很多哲学性的东西。那么这些是一个非常这个以严密的逻辑去思考，才能够说得清楚啊。所以这个要去学因明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另外有一个叫做现光庄严论，非常的复杂啊。那这个如果有时间呢，有更多的时间，那就可以去学。那它是讲什么呢？但是我们认识学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必要，因为他在讲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修行的过程。我们刚刚说俱舍论在讲小乘佛教的这个修行的过程，讲四禅八定，然后讲人无我。那么现光庄严论呢，他就讲大乘佛教的这个修行大乘佛教它一地菩萨会是什么样子二地菩萨的时候它又是什么样，成佛了以后呢又是什么样子整个从一个普通的人到这个最后的成佛之间的过程是什么，讲得非常清楚很清楚。但是呢因为这个这么庞大的这个内容它就浓缩了一个很小的一个论点当中，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复杂。但是呢，有时间的话也去学一下那这个都很有重要。但是呢，最后我们最关键的呢，就并不是这些了，还是个人的这个修心修心是最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然后呢，除了工作和这个生活以外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家庭的问题有很多这个额外的东西，压力也很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时间学这么多呢？这个也很难说了。但是呢，个人的修心是不能放弃的就如果修心也放弃了，那么就是完全失去了我们这个学佛的真正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这个大家修心修心以后呢，就这个我们可以从现实的角度来说，那我们可以减轻很多的这个压力然后平时情绪不好的时候拿一本佛教的书看看，完全立即就会改变的比如说有些人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或者是工作问题家庭的问题这个情绪很低落甚至是不想活的时候然后呢拿一本佛教的书就看一看立即就会见效的，这个一定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个人的这个修心，还有呢跟我们个人的修心有密切关系的这些论点就像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还有这个入心论这样子的论点是不能不学的，再忙也得要学学了以后呢，大家
修心这是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努力我们的很多人说生命只有一次所以一定要及时行乐但是呢，生命就肯定不止一次了。这个生命是永远就成佛的时候，那生命结束就是成佛了、解脱了才是结束的没有解脱之前，没有成佛之前，我们的生命是不会结束的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呢，有可能就只有一次了这样子的机会所以大家要这个珍惜当下珍惜当下要好好修行这样子以后呢，如果修一天修1个星期，都会见效的，都会有效果的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好好修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里面呢，主要是讲讲这个瑜伽持的这个修法了，因为这个我们以前没有讲过，但是呢，这个修嘉兴的时候或者是念咒的时候以后修本尊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修法都非常重要。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Sonum de Tantra Zubani Domini Pijana Baji Kirgana Jivalon Japa Jibin Zolin Joa Jo Om Ahom Banzernger Pamasa